如果宇宙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而它的命运甚至关乎整个宇宙的未来，你会怎么想？早在1929年，我们就已经知道宇宙正在膨胀。那一年，埃德温·哈勃首次证明星系正随着时间推移彼此越离越远。宇宙的膨胀成为我们理解宇宙演化的基石。从大爆炸到星系的形成，一切都围绕一个关键数值展开。宇宙的膨胀速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哈勃常数的数值。曾经，我们以为这个数值已经被确定，但如今，天文学家却开始动摇。我们是否正站在一场宇宙革命的边缘？还是说，我们整个宇宙模型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以为宇宙很小。古代文明曾想象地球是平的，被一层星空穹顶覆盖，太阳和月亮每天升起落下，星座在头顶缓缓旋转。到了公元2世纪，像克劳狄乌斯·托勒密这样的天文学家提出地心说，认为地球静止在宇宙中心，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围绕着我们运行。这个模型统治了上千年，直到16世纪，尼古拉·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只是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之一。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时间来到18世纪，威廉·赫歇尔开始绘制银河系中的恒星分布，证明银河是一个巨大的盘状系统。然而，在那个年代，天文学家仍在争论银河系是否就是整个宇宙，还是说它只是更宏大宇宙中的一个岛宇宙。这个问题直到1923年才被彻底解决。那一年，埃德温·哈勃站在加州威尔逊山天文台，通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100英寸胡克望远镜，分辨出仙女座星云中的独立恒星，并在其中发现了一颗造父变星。他利用亨利·埃塔勒维特提出的周期光度关系定律，计算出仙女座距离地球约90万光年。这个距离远远超出银河系范围，意味着仙女座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星系。一夜之间，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被彻底放大。但哈勃的发现并未止步于此，他继续利用勒维特定律测量更多星系的距离，最终确定了23个星系的位置，其中一些远达2000万光年。他由此得出结论，宇宙中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星系。然而，哈勃的另一项革命性发现离不开一位名叫维斯托斯莱福的天文学家。斯莱福1875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一个农场，1901年加入亚利桑那州的洛维尔天文台。从1912年到1925年，他系统观测了40多个螺旋星云。当时科学家已经知道，来自遥远星系的光可以被分解为光谱，不同元素会在光谱中留下特定的谱线。如果天体远离我们，这些谱线就会向光谱的红端偏移，这种现象被称为红移。经过多年观测，斯莱福发现几乎所有螺旋星云都表现出红移现象，也就是说，它们正在远离我们。但在当时，他还没有方法测量这些星系的准确距离和速度。1927年，比利时科学家乔治·勒梅特提出一个大胆理论：宇宙在各个方向上是均匀的。如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宇宙必然在膨胀。但由于缺乏观测证据，这个理论最初几乎被忽视。直到哈勃再次登场，宇宙真正的秘密才被揭开。当时的科学界并不知道勒梅特的理论，哈勃本人也不了解几年前苏联科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提出的类似模型。他只是站在加州威尔逊山天文台，通过观测得出了和斯莱夫相同的结论。那些星系似乎都在远离我们，但哈勃发现了一个此前没人真正注意到的规律：星系离我们越远，红移现象就越明显。也就是说，它们远离的速度越快，而且这种趋势在各个方向都成立。进一步观测显示，几乎所有星系都在彼此远离，而且一个星系的红移程度与它距离地球的远近成正比。这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因为它意味着宇宙本身正在膨胀。1929年，哈勃正式公布这一发现，而他的论文随后成为勒梅特膨胀宇宙理论的重要证据。这个理论后来被称为大爆炸。哈勃最初测得的宇宙膨胀速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哈勃常数的数值，大约是每100万光年每秒160公里，换算成常用单位，大约是每100万秒差距500公里每秒。不过这个数值并不精确，哈勃自己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也不断修正。从那以后，哈勃常数成为宇宙学中的核心参数，我们用它来推算宇宙的年龄和规模，而这两个数值几乎影响着所有其他宇宙学计算。为了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哈勃常数，
天文学家主要采用了2种不同的方法，但问题出现了，这2个方法算出来的结果却对不上。宇宙的运行看似遵循优雅的数学秩序，无论是计算哈勃常数还是构建宇宙模型，一切都建立在精确数字之上。就像经营一家企业，如果库存和利润的计算出错，模型就会崩塌，企业也会出问题。宇宙学也是一样，一旦关键数字无法吻合，我们的理论就会动摇。那么当数字对不上时，我们该怎么办？是继续修正参数，还是承认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可能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测量哈勃常数的一种方法是继续通过红移观测来计算宇宙膨胀速率，也就是沿用当年哈勃发现宇宙膨胀的方式。这种方法被称为宇宙距离阶梯，也叫晚期宇宙测量法。它测量的是如今的宇宙，也就是大爆炸发生数十亿年之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膨胀状态。理论上，观测到的远方星系红移样本越多，测量结果就会越精确。多年来，这种方法不断修正哈勃常数的数值，目前大约为每100万秒差距 73.5 公里每秒，比哈勃当年的原始估算低了不少。而测量哈勃常数的另一种方法则是早期宇宙测量法，这是一种更间接的技术，它并不直接测量当下的膨胀，而是通过把时间往回推，从宇宙刚刚诞生时的状态反推今天的膨胀速度。这种方法依赖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 CMB， 一种来自大爆炸后约38万年的古老微波辐射，可以说是宇宙最早的照片。这种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早在1948年就由拉尔夫·阿尔弗和罗伯特·赫尔曼预测存在，到了20世纪60年代，阿诺·彭切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首次探测到它，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不过，直到后来我们获得足够精细的观测图像，才真正能够用它精确推算宇宙的年龄。2003年，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发布了一张全天空图，展示了一个还没有恒星诞生的早期宇宙图景。可以这样理解，假设你来到一场爆炸发生后的现场，只看到碎片散落一地，根本无法想象原来的样子。但如果有人递给你一张爆炸刚开始时的照片，你就能把这些碎片一一对应回原来的位置。天文学家正是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来把今天的宇宙倒推回大爆炸初期。2013年，欧洲航天局的普朗克探测器拍摄了更加精细的全天空图像，显示出微小的温度起伏。这些细微波动后来发展成暗物质网络，形成星系团与宇宙空洞的结构。当科学家把 CMB 的数据输入宇宙模型，就像把一场爆炸的视频按下播放键一样，他们由此推算出的哈勃常数大约是每100万秒差距 67.4 公里每秒。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数值明显小于通过红移观测得到的哈勃常数，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我真的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宇宙膨胀是我们标准宇宙学模型的基石，哈勃常数牵动着最核心的物理理论，从广义相对论到宇宙从炽热致密的早期状态，也就是大爆炸演化而来的整体框架，也就是所谓的 Lambda-DM 模型，包含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宇宙模型。这个模型在上世纪90年代末逐渐成型，此后一直运转得相当漂亮。这个模型有一个重要特征，科学家原本认为引力会随着时间推移减缓宇宙膨胀，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好在这并没有直接推翻模型，因为我们认为有某种东西正在把空间越推越开，那就是暗能量。随着宇宙不断变大，暗能量的影响变得更强，使星系彼此远离得更快，也让哈勃常数，也就是宇宙膨胀速率，随时间上升。理论上，这2种计算哈勃常数的方法最终都应该给出当前的膨胀速率。所以问题并不是加速膨胀本身造成了差异，而是我们怎么会在同一个统一宇宙模型下得到2个完全不同的基础数值。这种差异被称为哈勃张力，它并不是真的某种物理张力，而是宇宙学界在学术会议上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因为说到底，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整个宇宙学模型是错的。原本大家以为随着数据越来越精确，2种测量方式最终会收敛到同一个公认的哈勃常数，但问题就在这里，数据越精确，差距反而越大。其中一种独立测量来自巨型微波激射源，某些星系中心的黑洞附近存在类似水蒸气的分子，它们可以放大微波无线电信号，形成类似激光的现象，只不过是微波版本。这些巨型激射源极其明亮，可以被望远镜精确测量，通过它们
我们可以非常准确地测出黑洞质量以及宿主星系的几何距离，从而计算哈勃常数。2020年，天文学家多姆佩斯及其团队用这种方法测得的哈勃常数为每100万秒差距 73.9 公里每秒，置信度高达 95% 到 99%。 换句话说，他们非常确定这个结果。2024年底，丹尼尔斯、科尔尼克、亚当里斯等人的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同样震撼的结果。他们利用暗能量光谱仪的数据得出的哈勃常数是 76.5 公里每秒，每100万秒差距。而在2025年，印度跨大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中心的一项研究，利用银河系中的米拉变星作为锚点，去测量远方星系中同类变星的距离。这种方法和当年使用造父变星测距的思路类似，他们得到的哈勃常数是每100万秒差距73公里每秒。这些测量结果彼此之间大致一致，但却明显落在基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 也就是普朗克数据所给出的误差范围之外。这意味着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中似乎缺了某块拼图。包括参与暗能量光谱仪研究的2位天文学家在内，已经开始拉响警报。论文第一作者杜克大学物理学教授斯科尔尼克直言，我们现有的宇宙学模型可能已经出现问题，哈勃张力越来越像一场真正的哈勃危机，而且至今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我们用来解释宇宙的那套模型或许正建立在并不稳固的地基之上。从星系何时形成到星系团如何演化，甚至到宇宙未来的命运，一切都悬而未决。如果哈勃常数最终被证实是微波背景辐射推算出的那个较低数值，那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约138亿年历史的宇宙中，它很可能会在恒定暗能量的驱动下永远膨胀下去。一个相对稳定、可预测的未来正在等待我们。但如果真正的哈勃常数是通过红移观测得到的那个更高数值，那么宇宙的膨胀速度可能比现有模型预测的更快，现实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怪异。那样的话，宇宙的年龄可能只有120亿到130亿年之间。这也意味着我们对早期宇宙、暗能量甚至广义相对论的理解可能存在根本性的缺失。有些科学家提出，或许需要进行激进的调整才能弥合这场哈勃张力。这些调整包括暗物质会随时间衰变，暗能量并非恒定，而是随宇宙演化变化，甚至还有人探讨修改暗能量状态方程。这几乎等同于重新审视广义相对论本身。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仅要重写宇宙学，甚至可能要重新定义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不过，最近还有一个新想法正在升温，一种或许可以挽救现有宇宙学模型，却不必彻底推翻物理定律的思路。而它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旋转。没错，真的只是一点旋转。这种思路的核心是，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推翻整套物理学，它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旋转。2025年的那篇论文提出，也许我们忽略了宇宙本身极其缓慢的自转。研究者雷费尔南德斯和吉加戈布尔伯夫等人认为，如果整个宇宙每5000亿年才转一圈，这种旋转慢到几乎无法直接观测，但却足以在漫长时间尺度上影响空间的膨胀方式。他们的初步计算显示，这种极低速的整体旋转可能同时解释我们目前得到的2种哈勃常数数值。当把自转加入模型后，它在早期宇宙阶段会预测出较低的膨胀率，这正好对应 CMB 推算的结果，而在当前宇宙阶段又会得到较高的膨胀率，与红移观测吻合。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初步结果。夏威夷大学的作者之一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解释这个假设：万物流动。如果最初的结果成立，也许连整个宇宙都在缓缓流转。当然，研究团队也强调，这只是一个初步计算，目前只针对哈勃常数问题。下一步需要构建更复杂的模型和模拟，把这个假设与更多观测数据进行比对，才能真正验证它是否成立。在我看来，这个想法提醒我们，宇宙仍然充满未知，但现在就断言我们的整个宇宙学模型是错的，还为时过早。也许我们只是站在理解那块缺失拼图的边缘，即便最终模型得以保留，它也会变成一个带旋转的新版本。宇宙参数和常数需要稍作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而这个想法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它并没有违反任何已知的物理定律。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种画面。不仅地球在自转，太阳系在公转，银河系在旋转，甚至整个宇宙也在缓缓转动。